魏无羡笔悬在半空，傻乎乎看着蓝忘机，这样就可以吗？蓝忘机瞪了魏无羡一眼，微微皱着眉头，随即低头继续看报纸，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。魏秘书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上午，魏无羡订好蓝忘机说的餐厅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便去会议室外等候。魏秘书，晚上的接待蓝副总不用参加了。一同在外等候的董事长秘书对魏无羡说。好的，麻烦了。魏无羡礼貌地回答。这时，会议室的门打开，一些不需要继续开会的高层走出会议室。魏无羡和其他秘书随即进入会议室，列席下一阶段的会议。魏无羡取出笔和本子，和其他秘书一样，对会议发言进行记录。魏婴，会议快要结束时，蓝启仁独特的声音把正在飞速写字的魏无羡拉回现实。蓝董。魏无羡赶紧抬头，他又看了一下蓝忘机，对方脸色如常，又哪里让蓝启仁看不顺眼了？魏无羡迅速扫了一眼自己上半身，穿着很整齐，很严谨，仪态也没有任何地方不对。魏婴，你用的什么笔？蓝启仁轻咳一声，抬着下巴示意魏无羡看笔记本。魏无羡低头一看，大概是自己用的钢笔有些旧了，漏了些墨水出来，在本子上晕染出点点墨色。蓝启仁眼神这么好，魏无羡震惊了，没想到从大学用到现在的钢笔，能惹蓝启仁不顺眼。抱歉，我下次换一支。虽然这是自己的本子，但魏无羡识误，赶紧认错。不用。蓝启仁的目光落在手边一个细长的盒子上，董事长秘书立即上前将盒子取来，拿到魏无羡面前。这里正好有一支，你拿去用。蓝启仁不等魏无羡开口，目光看向刚才发言的高层，你继续。魏无羡打开盒子一看，是一个大牌的限量版钢笔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有钱也难买。魏无羡有些忐忑，但蓝启仁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将钢笔送他了，再试图去拒绝就有些矫情，也只会让蓝启仁生气。他用上董事长秘书递过来的墨水，在本子上迅速记录起来，果然无比好用，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魏无羡感叹。蓝副总，这钢笔也太贵重了。散会后，魏无羡跟在蓝忘机后面，还在为钢笔的事纠结。叔父给的，你收着便是。蓝忘机似乎没当回事，听蓝忘机如此说，魏无羡总算心安了，还以为会被骂一顿，没想到会送钢笔，就当收了个生日礼物。魏无羡喜滋滋的想。下午，魏无羡陪蓝忘机在云深制药开会，新药研发小组负责人是温情。蓝忘机对新药品研发方案很是满意，会议很快便审议通过了。散会后，蓝忘机和云深制药负责人私下有事要说，温情便过来找魏无羡。怎么样？现在云深制药是不是不同以往了？温情和魏无羡站在走廊聊天。多亏蓝副总决心推动改革。魏无羡说，也少不了情姐你们研发人员的付出。少跟我说这种官方话。温情忍不住笑了，今天是你生日吧？都没请个假出去玩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魏无羡苦笑着，你看这架势，能请得到假才怪。温宁说的。温情摸出手机晃了晃，要么今晚出来吃饭。蓝副总今晚好像有别的安排，到时候等我信息。魏无羡一想到蓝忘机晚上订了2人餐，不知道是和谁一起吃，忍不住有些酸。魏婴，走了。蓝忘机和云深制药负责人一起走出来。好。魏无羡给温情使了个眼色，赶紧跟了上去。蓝副总，就快下班了，您直接过去吃饭。魏无羡在车上试探般问道。蓝忘机点点头。那我不如就在这里下车。这时，车子刚开出云深制药大门，魏无羡心想着，或许晚上能找温情和温宁聚个餐。魏秘书，蓝忘机有些失笑，你想让我一个人吃饭？不是订了2个位置吗？魏无羡笑着回答，忽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可能，顿时僵在原地，是我们2个。魏婴，太迟钝了。蓝忘机微蹙眉头，对魏秘书的反应很是失望。嘿嘿，魏无羡只得傻笑，赶紧摸出手机给温情发信息。餐厅里，魏无羡坐在蓝忘机对面，吃着自己点的好吃的菜，笑容藏都藏不住。真的很好吃哎。
魏无羡拿一双干净的筷子给蓝忘机夹菜，蓝副总快尝尝这个，真是怎么都吃不腻。你多吃点。蓝忘机吃饭时候不怎么说话。蓝副总，今晚干嘛要推掉接待啊？魏无羡说出心中的疑问，我还以为您要和很重要的人一起用餐呢。是很重要的人。蓝忘机淡淡地看着魏无羡。魏秘书受宠若惊。魏无羡笑嘻嘻地说，我还吓了一跳，生怕蓝董生气了，被董事长秘书室骂呢。叔父不会生气。蓝忘机缓缓说道，因为是你的生日。啊，您知道啊。魏无羡咬着筷子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从身侧拿出一个小盒子，递到魏无羡面前。和蓝副总吃饭就很满足了，礼物就……魏无羡急忙摆手，